还好没露出你真名，不然你清誉被毁，以后找不着姑娘，魏某可是过意不去。蓝忘机仔细揣着衣襟中的那只手，头也不抬说道：无妨。鉴于对方说话一向言简意赅，魏无羡也早就对蓝忘机说话很难听懂这是习以为常了。无妨，到底是露出真名也无妨，还是清誉被毁也无妨，还是找不着姑娘也无妨。魏无羡不知道，为了不冷场，他只能强行继续说道：怎么会无妨呢？韩光俊你身份贵重，魏某可不想韩光俊被耽误。蓝忘机终于抬起眼睛扫了魏无羡一眼，琉璃色的眸子中如惊涛骇浪，一下子惊着了魏无羡。可不待他仔细瞧，蓝忘机又撇下了眼皮，仍旧一心一意地揣手，只把魏无羡的那只本来拔凉的手揣得发烫，才不疾不徐说道：无妨。算了，现在好歹还会说个无妨，比小时候真哑巴好点。外头几位少年一起骑马而行，寒暄一阵后，金陵终于忍不住，很克制地问道：我等这几日东奔西走，消息不通，听说云梦江宗主他握缰绳的手微微颤抖。蓝思追瞄了他一眼，有意无意催动胯下马匹微微上前半步，挡住一众弟子的视线，将金陵挡在身后。那几位弟子也不做他想，叹气道：江宗主没了，真可惜，与当年他师兄的惨状八九不离十。金光瑶与薛洋梅开二度，这回用的还是夷陵老祖的阴虎符，实在可恶，也不知道江家该怎么办。金陵咬着牙，佝偻着背，努力不让眼眶中的泪水掉出来。那边的话题则继续进行了下去。虽说仙门连君肉连着筋，唇亡齿寒，但到底不是自己家出事，这几位蓝氏子弟再如何没有恶意，聊天中也总带着些事不关己的高高挂气。听说聂宗主当时也在，苏舍还是被他发现的。这聂宗主虽说修为平平，但逃跑倒是有一套，在如此乱局中硬是带着聂家人平安撤退，也算是有本事。但江家就惨了，江宗主与那几人如此深仇大恨，也不管敌多他少，强行杀了上去，虽然惨烈，但也是个英雄。江家倒还好说，本家没了，旁支还有，那么大一个世家还在呢，总不至于后继无人。最惨的莫过于金陵小公子了。有人叹了口气：是啊，也不知道做了什么孽，20年前开始的种种恩怨，到头来全都倒霉在他一个人头上。另一人气愤道：说1000到1万，还不都怪金光善那老匹夫心思歹毒，想要杀人夺宝，最终报应在自家嫡子嫡孙身上，活该。蓝思追连忙呵斥：荒唐，如此恶毒，怎堪我蓝氏名头？那几位立刻闭嘴，连声道歉，一时间便无人说话了。魏无羡躲在车上听得清清楚楚，心里酸酸的，寻思着怎么能只怪金光善呢？直接凶手可不是自己吗？可金陵没有怪他，还给他洗袜子，简直比他师姐还善良。他一时难过非常，低着头往蓝忘机怀里缩了缩。蓝忘机眉间亦有哀意，抱紧了魏无羡，两人同样沉默。车队便如此不疾不徐行了几日，路过许多村落城镇，即使先前太平了10多年，平民百姓依然过得孤苦。先前魏无羡栖息的村庄已经是状况极好的了，这一路上见过多少饿殍遍地，荒野千里。有人活不下去一子而食，有人啃树皮吃泥巴，而几座高门大户是乡绅土豪，无论白日夜间都是琴箫不断，酒香不停，当真令人唏嘘。直到第7天，车队才终于从偏僻村落走到姑苏郊外。即将进城之时，突闻破空声四起，一名蓝氏弟子未及反应，被一箭穿心，当场毙命。蓝思追等人大惊失色，连忙拔剑，瞬间呼喊声铺天盖地，一如穷奇道伏击一般，金氏弟子四面而来，要对车队痛下杀手了。魏无羡不可置信，趴在粮草中低呼：这里是姑苏城外，金氏在嚣张，还能把手伸到蓝家眼皮子底下，莫非你家也？蓝忘机眯了眯眼睛，瞧向不远处的云深不知处，但见宗门仙雾缥缈，隐有佛气。云深不知处无事。外头已经打了起来，他二人交换了眼神，心里都明白了一些事情。以此两人修为，其实早就察觉有人跟着，从魏无羡离开村庄就开始了。只是这些人到底是一直跟着蓝家良队，还是收到什么消息才来跟踪，
便不得而知了。一路上跟踪者并未增加，望县两人始终屏息以待，却等不来任何变故，一时也叫他们糊涂了。而就在刚刚，那案件其实是直奔金陵而去的。在那瞬息之间，有位蓝氏弟子莫名往剑来处瞄了一眼，而以此人的修为是绝对察觉不到这支箭的。两人立刻心知肚明，车队中有鬼。改变箭矢方向不过小差一叠，两人颇有默契，一齐出手，那内鬼瞬间毙命。随后而来的金氏弟子不再遮掩，万众一致要取金陵性命。可蓝忘机和魏无羡并不打算出手，对方人数虽多，却并无高手，蓝思追、蓝景仪、金陵三人足以应付。他们既已隐忍一路，如今若是贸然撕破伪装，反而得不偿失。魏无羡眯起眼睛看着外头，认出来死于剑下的那内鬼，竟是在村中揭破他身份的那位蓝氏弟子。这可真是奇了怪了，以魏无羡多年来面对天下人恶意的经验，他能确定这位弟子并不想害人。那这支箭又是怎么回事？蓝忘机也正在暗处观察来伏击的金氏弟子。金光瑶熟悉姑苏不假，但他确实想不明白，如今金光瑶怎么还有能力在此处设伏？似乎有什么他们意料之外的事情正在暗处发生。姑苏城外，那夺命之使杀了一个尚在长个儿的少年。那少年是蓝氏外门弟子，在同辈中修为不错，若是不出意外，弱冠之前必能进入姑苏蓝氏内门，从此先途坦荡。可谁又能知道明日与意外哪个先来呢？不过在半年之前，金陵还从未见过真正的杀人场面。夜猎也好，修行也罢，金枝玉叶的金家小公子身边自然护卫重重，哪怕自己偷溜出来，身后也多少追着些或是江家或是金家的护卫。可自从金光瑶与他撕破脸皮之后，如此血腥场面便由不得金陵不看了。金陵蹲下来，有些哀伤地瞧着那弟子的尸身，一剑穿心，他脸上还留着在这世间的最后一抹惊讶，双眼失去光彩，死不瞑目。金陵合上了他的眼睛，蓝思追和蓝景仪一前一后将他护在中间，他们带上了死者的身体，再次前行了。刚入云深不知处，一道结界便迅速展开，不知何时开始，跟着的不少蓝家护卫们纷纷现形，将众蓝氏弟子吓一跳，然后便瞧见自家宗主泽无君匆匆赶过来，而一直躲在粮草中的莫公子与其夫君此时也下了车。但见泽无君眼眶微红，诸位弟子将行礼，泽无君便大步走上来，拉过满身枯草一头乱发，至今也不知姓名的那位夫君，从上到下仔细看了看，好似松了口气般捂了捂眼睛，然后在弟子们疑惑的眼神中走到三位内门弟子面前，身后跟着车上下来的那两位，6个人一道上山去了。护卫们跟着一起走了，收粮的弟子们面面相觑。不久，蓝启仁现身，疲惫的道：老夫来清点，没了的这位也交给老夫。诸位辛苦了，先去休息吧。其余人等都各自先去洗漱更衣。蓝曦臣带着金陵直接到了韩氏，好好检查一番，确保金陵安好后，便愣愣地瞧着他发呆。金陵也知泽无君不好受，小叔叔背叛他，也背叛泽无君，都是一样的割肉万骨之痛。金陵自然知道金光瑶并非善类，既是一门宗主，又是百家仙都，且还修为一般，若非手段过人，又如何能够统领仙门10数年？可即使逃亡以来，无数人告诫金陵他二人清源已断，只剩血海深仇与夺位之争，金陵内心深处仍然抱有一丝希望。而今面对泽无君，这份希望变得更强，哪怕天下人都笃定金光瑶会害金陵，但金陵不希望蓝曦臣也这么说。金陵想告诉他，小叔叔不是这样的人，无人信我，但请泽无君相信，小叔叔不是这样的人。然而在金陵开口之前，蓝曦臣便率先说道：阿瑶不是这样的人。一向优雅温和的泽无君此时执着金陵的手，双目中疲态尽显，泪光连连。金小公子，哪怕天下人都不相信阿瑶，但也请你相信，阿瑶不是这样的人。蓝忘机更衣完毕，仍旧是高冠华服，碧尘握在手里，还是那个不苟言笑的韩光君。不同的是，他手里牵了个莫玄羽，穿着他从净室里扒拉出来的蓝氏校服，当然是蓝二公子年少时穿过的旧衣，
正大光明地走在云深不知处。魏无羡晕晕乎乎地被蓝忘机拉着在云深逛街，脑袋里总是不由自主地回闪过方才在镜室里大胆脱衣毫不扭捏的蓝忘机，一时竟觉得自己这个著名的没规矩人士说不定还没人蓝儿洒脱。